马克思想两头通吃，澳大利亚是前车之鉴，中国眼里容不得沙子。大家好，我是肖印华。刚刚走马上任的总统马克思在如何权衡中美外交关系上，显然是采取了一种折中的策略，军事上向美国倾斜，经济上向中国倾斜。最近在流浪气球事件骑虎难下的美国政府又迫不及待在南海问题上跟中国较上了劲儿。据报道，菲律宾已经和美国达成一致，决定向后者新开设4个军事基地，以及再次启动搁置已久的所谓美菲南海联合巡逻。这对新总统马克思寄予厚望，认为其会延续前总统杜特尔特执政方针的人们未免失落。马克思会不会倒向美国与中国对立呢？其实中美菲3国关系比我们想象的更微妙更复杂。如果对进入新世纪后的中菲关系进行总结，那么他经历了从阿基诺3世时期的对立状态，也经历过杜特尔特时期的友好阶段。这位刚刚走马上任的总统马克思在如何权衡中美外交关系上，目前来看显然是采取了一种折中的策略，军事上向美国倾斜，经济上向中国倾斜。我们先来看军事上，历史上菲律宾曾很长一段时间受美国的统治，思想政治深受美国影响，美国也在菲律宾培养了一批代理人，双方曾签署过共同防御条约，建立了盟友关系。美军随即进驻菲律宾苏比克湾和克拉克库尼基地，冷战期间来自美国的大力援助让菲律宾曾风光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因为出现了租金争执、合同到期以及驻地民众反对等原因，美国决定从菲律宾撤军。不过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满脑子霸权主义的美国人意识到菲律宾在南海扮演的重要角色，于是在阿基诺3世掌权以后，这位亲美的政客随即促成了美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的签署，向美军开放了部分基地使用权，同中国的关系也搞得十分紧张。当然没有得到点实惠，马克思也不会心甘情愿听从美国人的话。在美国副总统访问菲律宾期间，给菲律宾带来了军贸大单，表示美国计划向菲律宾提供多种武器，帮助其实现武器装备现代化，军售总价值约为29亿美元。很显然，对菲律宾而言，这是一个不小的诱惑。这批武器对提升菲律宾地区的影响力有着不小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通过引狼入室的行为，菲律宾也可以狐假虎威，在与中国的岛屿争端中为自己找到靠山。为了进一步强化美菲军事交流，马克思同意重启所谓的美菲南海联合巡逻，不惜得罪中国，也要从垃圾堆里把阿基诺3世的这个政治遗产给捡起来，但是又不在原则问题上触碰中国的底线，想将利益最大化。在经济上，菲律宾延续了前总统的做法，死死抱住中国的大腿，并且最近还正式加入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简称 RCEP。 要知道 RCEP 是中国主导下一个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目标的合作组织，它的最大的作用就是粉碎了美国彻底孤立中国的企图。马克思曾经呼吁参议院批准加入 RCEP 的请求，在他执政大权后，这个请求最终得到快速响应。马克思很聪明，中国作为菲律宾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不能失去，不然自己的执政地位也很难稳固。然而马克思想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甚至两头通吃的做法，最终能否实现呢？这一策略又能走多远呢？要知道，中美之间的斗争已经日渐白热化，美国不允许菲律宾这种朝秦暮楚的行为，势必会逼迫其选边站。澳大利亚新政府改善对华关系的意愿遭遇美国打压，就是前车之鉴。对菲律宾政府而言，最好的选择就是独善其身，不要掺和中美之间的事，否则必将惨淡收场。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次见。